一條細長的水道連接着2片汪洋，卻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命運。這裡埋葬了數萬條生命，這裡誕生了工程史上的奇蹟，這裡見證了帝國的興衰更替。當巨輪緩緩駛入那狹窄的船閘，當鋼鐵巨獸在人類智慧面前俯首稱臣，你是否想過，這條僅有82公里的運河究竟隱藏着怎樣驚心動魄的秘密？16世紀初，當西班牙征服者巴爾沃亞翻越巴拿馬地峽，第一次看到太平洋的那一刻，他或許沒有想到自己腳下這片狹長的土地將成為改寫世界貿易格局的關鍵所在。從那時起，一個大膽的設想就在探險家和商人的腦海中縈繞不去。如果能在這裡開鑿一條運河，將大西洋與太平洋連接起來，那將意味着什麼？船只不必再繞行南美洲危險的河恩角，航程將縮短近15000公里，時間將節省數週甚至數月。這個夢想太過誘人，誘人到讓無數人為之瘋狂，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大自然在這片土地上設置的障礙，遠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可怕。巴拿馬地峽雖然狹窄，卻橫亘着高達85米的山脈，茂密的熱帶雨林中潛伏着致命的疾病。暴雨季節，河流會突然暴漲，泥石流隨時可能吞噬一切。更可怕的是，這裡是瘧疾和黃熱病的溫床，蚊蟲在潮濕悶熱的空氣中肆虐，死神的鐮刀無聲地收割着生命。這些看不見的敵人比任何山川河流都更加兇險。1881年，曾經成功修建蘇伊士運河的法國工程師費迪南德·雷塞布帶着無比的自信來到了巴拿馬。這位76歲的老人堅信自己能夠複製在埃及的成功。他的計劃簡單粗暴，開挖一條海平面運河，就像蘇伊士運河那樣，讓船只可以直接通行。數萬名工人湧入叢林，挖掘機轟鳴着開始作業。整個法國都在關注着這個宏偉的工程。投資者們瘋狂地購買股票，金錢如潮水般湧入巴拿馬。但噩夢很快開始了，工人們一批批倒下，瘧疾和黃熱病像瘟疫一樣蔓延。醫院裡躺滿了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們高燒不退，皮膚發黃，在痛苦中死去。每天都有裝滿屍體的火車駛出工地，死亡的氣息籠罩着整個營地。更可怕的是，人們根本不知道疾病的真正原因。他們把醫院的床腿放在裝滿水的容器中，以為可以防止螞蟻爬上床鋪，卻不知道這些積水恰恰成了蚊子的溫床。雨季來臨時，查格雷斯河會突然暴漲10米以上，洪水沖垮了營地，捲走了設備，泥漿吞沒了數月的工作成果。山體滑坡更是家常便飯，前一天剛挖好的土方，第二天就被新的泥石填滿。工程進展極其緩慢，耗資卻如天文數字般攀升。8年時間裡，法國人投入了近3億美元，卻只完成了不到1/3的工程。更令人心碎的是，超過2萬名工人在這裡喪生，他們的屍骨永遠留在了這片異國他鄉。1889年，運河公司宣布破產，雷塞布的名聲毀於一旦，法國政府因此陷入政治醜聞。巴拿馬運河成了吞噬金錢和生命的無底深淵，成了人類狂妄自大的墓碑。10多年後，當美國人決定接手這個被詛咒的工程時，全世界都在觀望，等着看這個新興大國如何重蹈法國人的覆轍。1904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派遣了新的工程團隊來到巴拿馬。但這一次，情況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國人首先做的不是挖掘，而是對抗疾病。威廉·戈加斯醫生帶領團隊展開了一場針對蚊蟲的戰爭。他們排乾積水，噴灑殺蟲劑，用紗窗封閉房屋，將疫情控制住。當死亡率大幅下降後，工人們的士氣才開始恢復。更重要的是，美國工程師約翰·史蒂文斯做出了一個關鍵決定，放棄海平面運河的方案，改建船閘式運河。這個大膽的決定改變了一切。他們將修建3組巨大的船閘，通過水位差讓船只逐級升降，從而避免挖掘過深的海溝。這個方案雖然技術複雜，卻大大減少了土方工程量，也避免了河流氾濫的威脅。為了實現這個方案，他們在查格雷斯河上修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土壩，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工湖泊——加通湖。這個湖不僅解決了水源問題，還成為運河航道的一部分。
工程的規模令人震撼，每一組船閘都長達305米，寬達33米，可以容納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艦通過。混凝土的用量超過450萬立方米，如果把這些混凝土鋪成1米寬的道路，可以環繞地球3圈。為了挖掘運河，工人們移走了超過2億立方米的土石，這些土方可以填滿100萬節火車車廂，數千台蒸汽挖掘機日夜轟鳴。火車穿梭運輸，整個工地就像一個巨大的工廠，每時每刻都在運轉。最危險的工程發生在庫萊布拉山口，這裡是整條運河最高的地段，需要挖掘一條深達10多米的巨大壕溝。山體極不穩定，滑坡事故頻繁發生。1913年的一次大滑坡幾乎將數月的工作毀於一旦，數百萬立方米的泥土傾瀉而下，掩埋了鐵軌和設備。但美國人沒有放棄，他們一次次清理，一次次挖掘，用鋼鐵般的意志推進着工程。1914年8月15日，貨船安康號成為第一艘正式通過巴拿馬運河的船隻。當它緩緩駛過最後一道船閘，進入太平洋的那一刻，人類終於實現了400年來的夢想。這條運河的建成耗費了10年時間，花費了超過3億7500萬美元，犧牲了約5600名美國工人的生命。加上法國時期的犧牲者，總共有超過25000人長眠於此。這是用鮮血和汗水鑄就的奇蹟，是人類意志戰勝自然的豐碑。巴拿馬運河的建成徹底改變了世界海運格局。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的航程縮短了數千公里，運輸成本大幅降低，貿易效率顯著提升。紐約到舊金山的航程從21000公里縮短到9500公里。時間從數周減少到不足2周，這條運河成為連接東西方的黃金水道，全球貿易的咽喉要道。每年有超過14000艘船隻通過這裡，運載着佔世界海運貿易6%的貨物。從亞洲運往美國東海岸的電子產品，從南美運往歐洲的礦石，從中東運往美洲的能源，無數貨物在這裡中轉流通。對美國而言，巴拿馬運河更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它讓美國的大西洋艦隊和太平洋艦隊可以快速調動，極大增強了軍事機動能力。在2次世界大戰中，運河都發揮了關鍵作用，確保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投送力量的能力。可以說，沒有巴拿馬運河，就沒有20世紀的美國霸權。這條運河不僅是工程奇蹟，更是地緣政治的核心樞紐。然而，隨着全球貿易的增長，運河的通行能力逐漸達到極限。21世紀初，新一代的超大型集裝箱船已經無法通過運河，它們被稱為後巴拿馬型船隻。為了適應新的需求，巴拿馬政府在2007年啟動了運河擴建工程，修建了第3組更大的船閘，可以容納長達366米、寬達49米的巨輪通過。這項耗資50多億美元的工程於2016年完工，使運河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倍以上。今天，巴拿馬運河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航運樞紐之一。它連接着160多個國家的1700多個港口，是世界經濟的動脈。每一艘通過這裡的船隻都要繳納高昂的通行費，平均每艘船超過15萬美元，大型貨輪甚至要支付數十萬美元。這些收入構成了巴拿馬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支撐着這個小國的經濟發展。運河周邊形成了繁榮的港口城市，創造了數萬個就業機會，帶動了物流、金融、服務等產業的發展。然而，運河也面臨着新的挑戰。氣候變化導致降雨模式改變，加通湖的水位在旱季降到危險的低位，影響了運河的正常運行。2023年，嚴重的乾旱迫使運河管理局限制每日通行船隻的數量，導致大量貨輪排隊等待，全球供應鏈受到衝擊。這提醒人們，即使是最偉大的工程，也無法完全擺脫自然的制約。此外，尼加拉瓜等國家也在考慮修建替代性運河，北極航道因冰川融化而逐漸開通，這些都對巴拿馬運河的未來地位構成潛在威脅。但不可否認的是，巴拿馬運河仍然是人類工程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證明了人類的智慧、勇氣和毅力可以戰勝最嚴峻的挑戰。那些為之犧牲的數萬名工人，他們的名字或許早已被遺忘，但他們的貢獻永遠銘刻在這條運河上，銘刻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
每一艘穿過船閘的巨輪都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當你站在米拉弗洛雷斯船閘邊，看着龐大的貨輪在鋼鐵之間緩緩升降，看着閘門開啟又關閉，看着太平洋的海水與大西洋的海水在這裡交匯，你會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這不僅僅是一條運河，這是人類挑戰不可能的見證，是夢想照進現實的證明，是連接東西方、過去與未來的橋樑。100多年過去了，巴拿馬運河依然在訴說着那個關於勇氣、犧牲與榮耀的傳奇故事，提醒着我們，沒有什麼夢想是無法實現的，只要我們願意付出代價，願意永不放棄。